感觉怎么样？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在给我打什么？葡萄糖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就像你给大家推荐的那款治疗肝炎的特效药一样，你在病理报告上做了手脚，让很多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你胡说！用了维林康，病情好转的大有人在，但是每个人情况都不同，这个药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有效。说，有效果是吗？我错了，这个药是假药，这个药是假药，我坦白，我自首，这个药确实有问题，这是假药，是假药。啊，假药，对着镜头说。说，我说，威林康这个药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个药虽然没有什么副作用，但是离开实验室进入人体以后，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当初我急于把它推向市场，所以在这个药检报告上做了手脚。中西医院的消化内科大夫是我的老朋友，他对我十分信任，我就利用他对这个药做宣传。所以你就为了赚钱，不顾病患的死活？不是，这个药虽然没有什么疗效，但是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什么伤害呀。不会造成伤害。你篡改了它的疗效，让很多人没有得到治疗。看来不让你感受一些病患的痛苦，你是不会认罪。你要干什么？你要干嘛？你要打什么？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要！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要干什么？放了我！你要干什么？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不要！我先提示你一下，你千万别错过了治疗，千万别用错药。你不守信用啊！魏云燕，阿姨，陆子正好几天没回去了，手机也关了，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没有，他最近忙案子呢，我也没见到他，他可能挺忙的。这孩子跟他爸当年一样，只要有了案子啊，什么都不顾了。天气晚了，我送你回去吧。来，上车。好。陆子正这几天没回家，手机也关了，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没有，他最近挺忙的，在忙案子吧。这孩子跟他爸当年一样，只要有了案子啊，什么都不顾了。其实一开始我就反对他当警察，虽然他不停地说服我，说只是干文职工作，而且犯罪心理分析是他大学的专业。但是我明白，他要去当警察，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愧于朱文书。这我知道。既然你知道，
我希望你能够像朱文书一样，细心的多关心他。阿姨，他是他，我是我。我的企业将来陆子正不可能继承，我是想找一个可以继承我企业的人。你什么意思啊？您是在诱惑我？你是一个聪明的姑娘，你要知道，我为我儿子再多，我都愿意付出。您左右不了我们的感情，那是我们俩的事儿，跟您没有关系吧？你觉得陆子正对你怎么样啊？什么意思啊？我只是担心他把你当成了朱文书的替代品。这些话我本来不想对你说的，我也不是有心的想棒打鸳鸯，只是怕你们这段感情没有结果，将来吃亏的是你。您想多了。我是在替你们两个人着想，只要陆子正和你在一块儿，他就永远不会真正的忘掉朱文书。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只是他脾气倔，嘴上不肯承认。他是我儿子，他心里怎么想的，我最清楚。您清楚什么呀？您知道他最近正在忙案子吗？有一个叫悟空的一个嫌疑犯，他现在那只是借口，他又不是第一天当警察了，他以前这样过吗？陆子正这么要强，其实他也有脆弱的时候。如果他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情，他就会选择逃避，或者是把自己埋在另外一件事情里面，完全麻痹自己。喂，睡了吗？还没有。我怕影响你休息，但又感到十分的难受，所以特别希望你在我的身边，和你说说话。你说。人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才需要对方给自己温暖。你说话挺奇怪的。你在哪儿？好，我知道了。陆子正，他现在状态特别不好，他在江滩。小李，到江滩去。你这几天累坏了吧？忙倒没什么，只是心里不舒服。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也许是对手太强大了。你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刚才你妈来找我，跟我聊了很多。其实咱俩之间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你别听我妈那么说，我不是都已经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吗？但其实仔细想想，她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在忙案子，还是故意躲着我。我是真的在忙。其实现在也是个时机，咱俩都冷静的好好想一想，想一想咱俩的未来，或者想一想咱俩有没有未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有案子要忙，吴旭那边也有工作等着我去处理。
就先分开一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哎呀，陆子正还没回来。没啊。安利和姜维制药厂被媒体曝光了，安利承认把不合格的产品推向市场，整个姜维制药厂从上到下都要介入调查。今天网上也是在说的这些事儿，姜维制药的股票一路狂跌。一意孤行，只能把事情越闹越大呀。但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件好事儿啊。可是我们破不了案，倒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啊。组长昨天又发飙了。昨天眼睛瞪得跟牛眼一样。兔子，先做呀，先做干什么去了？终于在你办公室里见到你了。该做的生意还是得做的。你花重金买下姜维制药厂的股票，现在赔得一塌糊涂，不心疼吗？这几个钱我还是赔得起的。不成为股东，怎么了解他们的公司？你不觉得你找太多事了吗？你觉得你比警察重要吗？这样我有安全感。就像你做警察，难道不是为了有安全感？走，我们去会议室聊。把我叫到警局那招确实挺精彩的，我差点忘了你是心理学的高材生，只可惜你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下次你就没那么走运了。这话应该我跟你说。还要继续？你白板上那么多人等着我去收拾呢，难道就此罢休？接下来打算对哪个行业下手？说出来就没意思了。教育、保险、证券，同样的招数，我不会让你在我身上用2次。我还想继续跟你玩这个猜谜游戏，而且我在想，怎么把你带进来。吴总，文律师来了。让他进来吧。吴总，人来了。你在啊？那我等会儿再来。没关系，我们聊完了。我来找吴总谈些事情。你已经卖掉了手中立方科技的股份，所以迅捷网络起诉立方科技的专利侵权案这个官司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你怎么不问问我跟你男朋友聊了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们不互相打听，这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规矩。好，那我们聊正题。立方科技是我一手创立的，对我来说像孩子一样。虽然他现在自己独立出去发展，但是看到他被欺负，我还是于心不忍。更何况这些人是想通过收购来洗钱。那您的意思是，希望我
代表公司来介入。我想直接收购迅捷网络，阻止他们的计划。明白。他们公司的负责人好像叫黄涛。黄涛，据我了解，他好像是投资人马龙的人，他很在乎自己的口碑营销，有手段又很难缠啊。这个人猜出我想收购迅捷网络，所以千方百计地给我设陷阱。我已经通过一家外省的投资公司跟他们约谈，明天你跟我去参加这个谈判，顺便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什么对策。好，没问题。那我先去准备一下。黄涛，我把迅捷公司交给你，你不会不知道我的意思吧？明白，当然明白。有些事情我考虑不周，处理不当，还请马总点拨。房地产的许强，典当的王兴，药厂的安磊，他们都出事儿了，你不是不知道吧？马总，请放心，迅捷公司由黄涛当总经理，我一定不会像他们那样麻痹大意，忘乎所以。我们的敌人狡猾得很呐，警察在找他，我也在找他。在他落网之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马总，你找我？哟，来得正好，正在跟他说呢。现在外面风声很紧啊，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马总，对于我，你还不放心吗？哎，你我放心，要不然怎么让你当我的律师呢？只是那个悟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是，只不过我还有点不放心。哎，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话说。那我就不避讳黄涛，都是自家兄弟。我只是觉得那个杨乐会出问题。哦，杨乐。这个杨乐生性好色，我担心在女人身上容易出纰。没少让我费心呐。万一出了事儿，他不会给咱们点炮吧？他是我的合伙人，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我想他不会干傻事。马总，我来了。哟，哎，你们俩也在。真是说错到了。我的雨已经被你们逼死了，求求你放过我儿子。李总，弟弟，好久不见。马总，别来无恙。不太好，有人在打我的主意。文律师，你怎么来了？啊，
我现在是吴总的法律顾问。哦，是吗？那以后我们又成对手了。弟弟，我真不想和你成为对手。当初就是你爸太执着，所以才害死了自己。你可别学你父亲，把自己也害了。你知道谁害死了我爸爸？警察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就像现在有人打我的主意，我投资的地产公司都被调查了，金业公司还有药厂都被查封了。奇了怪了，你今天又过来收购我的 IT 公司。你想太多了，我是看到了迅捷网络的潜力才想来收购的。而且我刚刚听说了关于迅捷网络的侵权案，他将获得几个亿的赔付。你开个价吧，你能出多少钱？你们想要多少钱？弟弟，这个公司我是不会卖的，多少钱也不会卖。哦，你是怕别人查你的账目？是你想知道我的账目？怎么会？我是想让你赚钱。我听说你现在也是立方科技的股东，所以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手底下的2个公司相互赔偿？这个你当然不明白。我想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吴总，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你父亲去世是因为？哎，说来话长。天意安排，我们父子俩要跟他斗。你父亲也跟马龙有纠葛？我父亲是被人设陷阱逼死的，现在又轮到我了。我正在慢慢算这笔账，而且就快要算清了。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你的意思是，你父亲去世跟马龙有关，你现在的对手也是他，所以你要跟他做个了断。我要让他们亲口承认他们所犯的罪行，接受审判。我怎么觉得？觉得什么？没什么。你别想太多了，好好准备明天的开庭。我不是说了吗？咱俩先分开一段时间，都冷静冷静。你得尊重我啊。吴旭和马龙的关系我已经和你说了，听不听由你。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什么意思？他们的纠纷，他们的恩怨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其中一方的律师。就因为你是律师，必然会掺和到这里头去，所以我才劝你要远离他们的纠纷，别摄入太多。你又让我不要摄入的太多，你又让我必然得掺和，你自己说话都自相矛盾着呢。这个度你就得自己拿捏，我只是担心你会引火焚身。你自己把握了，我把握不了。除非我不干，但那又不是我性格。性格要服从于环境，现在环境对你很危险，你要避险。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让我干喽？你自己定。那你为什么还当警察呢？啊，我知道了，是因为你给你自己定的，别人不能强加给你，是不是？你的意思是我强加于你不干律师呗？你别理解错了啊，我只是劝你要远离他们的斗争，保全自己，不是不干律师。我要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律师，我就不能一遇到危险就退缩。我要是那样，咱俩还能在一起吗？你忘了咱俩当初是怎么在一起的了吗？
可现在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谢谢你，你答应我不当警察了，我就答应你我不当律师，行了吧？你好好想想。我还想什么呀？我想的已经很清楚了，你干嘛去啊？我跟你说话呢，我想的已经很清楚了。哎，我去个洗手间。赔偿的官司怎么样了？啊？说呀。哦。对迅捷网络起诉旭日科技侵犯版权一案，法院最终驳回了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迅捷网络承担。你们没一个让我放心的。我一再强调，外面风声很紧，一定要小心谨慎。风声这么紧，打赢了官司又输了，下面几个公司全部在接受调查，资金都跟不上，这就没有资金链了。那我们得赶快想办法让资金链续上。那几箱珠宝已经装车了。杨总，珠宝和其他的货物都放一辆车吗？就一辆车，多一辆就多一份危险。哎，那谁？快，把车开好了，快，快追！快追！说，谁是内鬼？反正不是我，也不会是我，大哥，也不是我，都不是内鬼，难道是我？难道是我吗？这里的情况你们最清楚。说，谁把消息走漏出去的？打劫的那几个人都戴着悟空的面具。悟空，又是悟空啊！马总，最近吴旭那帮人盯我盯得很紧，会不会是他们？吴旭。这次关于迅捷网络的官司打得很成功，多亏了你。应该的，吴总。那个结案报告在您这儿吧？我落在公司了，等我帮你拿去。嗯。我上去拿个资料，你在这等我。
苏大队，有人在案发现场发现这个女的，说是陆子正的女朋友。对，她叫文雨英，我也认识。这现场好像发现陆子正的身影，他不是已经被停职了吗？苏大队，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啊。我让你抓鬼，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给逃了。案子的当事人又与我们内部人有特殊的联系，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头儿，案子正在进行当中，出现任何新情况，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好了，现在你不用向我汇报了。这个案子由一大队接手了。既然苏大队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就向一大队汇报情况。赶快去吧。队长，咱不能就把这案子让出去了。让出去就不会查了，该怎么查接着查，但你要控制陆子正，我怕他情绪完全失控。那苏大队那儿，这个你不用管了，出了任何问题，我扛着。通过对死者杨乐尸体的检验情况看，受害人是右肋受锐器所伤，穿过肋骨刺入了肝脏，失血过多导致死亡。我们在现场找到了一根圆形的木质棍棒，然后还有一把尖刀，但是上面都是杨乐的指纹。另外，在工厂车间内外，我们提取了3枚疑似凶手逃跑时留下的脚印，还有这个，跟之前悟空面具上的毛发一致。那我就不明白了，陆子正一直在现场，为什么不抓捕悟空呢？老赵，你别忘了，陆子正现在属于停职状态。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算是一个受害者。关于这个杨乐的死，文雨英和陆子正的陈述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场的证据也证明，他是在犯罪情况下被袭击而死的。那他当时也应该忘记了，他自己是个警察。你就护犊子吧，我们对这个案件绝对不能松懈。虎子，走。谢谢。反正我被停职了，以后你随时叫，我随时到。我没事儿。看看想吃什么，我给你点。什么也不想吃，心慌，没劲儿。我老能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会想是正常的，没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会冲淡。人在虚弱的时候，能有人照顾还是挺幸福的。正好我停职，好好陪陪你。你都停职了，悟空的案子你还要查下去啊？那为什么当初陈书豪的案子，在王路泽都放弃的情况下，你还坚持要打到底？那是我的职责。咱们不聊这个了，行吗？算了，你不要去想，先想想高兴的事，慢慢调整好身体。我现在是被队长停职了，但是我还是警察，这个案子我要跟到底。现在是我说什么你都不听。我认为不能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悟空身上。如果在悟空这找不到突破口，
我觉得有必要调整我们的侦查方向，从这些被悟空侵害过的人身上找突破口。好了，我们先要找他的共同点，然后再一点点深入。是这样的，他们呢确实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老板，而且是民企的。尽管他们都是民企的老板呢，却都是在给别人打工。所以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共同的老板。那他的老板是谁？杜健说的没错，他们共同的老板就是龙腾集团的老总马龙。马龙，这个悟空为什么专找马龙的人下手？老张，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蹊跷。那马龙有没有什么仇家？是这样的啊，我去过吴旭的公司，也对这件事情呢展开过调查。吴旭父亲的公司和马龙的公司因为财产赔付的问题而打过官司，最终呢，吴旭家的公司因官司败诉而破产。吴旭的父亲顶不住压力，就跳楼自杀了。后来呢，他们就感觉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马龙在这场官司当中搞了阴谋。这就是我们之前独立思考的观点，还是寻仇。老张，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立马从马龙这下手。我看行，那就这么办吧。警察同志，你们好。找你们马总。马总他不在，您先约一下吧，下次再来。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这个我不太清楚，您要是有什么急事儿的话，我可以先帮您联系一下。我们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谈，希望你赶紧联系他。那好吧。不好意思，他手机关机，我也没办法，实在联系不上他。姑娘，是这样，我们急着找他是因为事关他的生命安全。如果你真知道什么情况而不说的话，我的事你是要负全责的。快说啊，没时间了。赵队，我让柯薇薇现在就锁定马龙的位置。好。也通知刘队，我们马上出发，走。就算骗过所有人，怎能躲得过苍天叩问？给生命一次勇敢的牺牲，唤醒心里最初的纯真。就算这世界你总难分，这黑暗终会被战胜，这黑暗终会被战胜。